房貸一族拼買房，為什麼廢的同事可以住豪宅？答案在資產而不是薪水。先說結論，你跟同事薪水差不多，但是他住市中心新大樓，你還在租郊區的舊公寓這差距不在月薪，而在他家的資產負債表上。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情侶想同居該買房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為什麼廢的同事可以住頂級的房子。這是來聊一張觀眾傳給我的圖來先上圖，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大概講一下，這張圖是台灣財富淨資產10等級的對照表你想看一下這種細節的話，你自己按暫停反正就是這種東西最流行的嘛，貼標籤，然後看看自己在哪裡，就好像星座一樣好，把台灣財富淨資產10個等級這個對照表它就是把台灣人按照資產的高低分10級，從最頂的極富裕到最底的叫次貧每一級都列出對應的典型身份跟生活形態，但是10種太多了，我這樣念沒意思那個你自己去看。我挑其中3種跟你比較接近的，來第5等净資產在2000萬到1億之間，這通常是專業人士，穩定雙薪家庭，有在積極投資，住市區公寓或入門國產車、進口車，重視教育品質。第6等普通，淨資產在500萬到2000萬之間，是穩定的受薪階級，小型自營業者，努力在存錢，住自有舊公寓或貸款買新房，開二手車，小孩讀公立大學，這個就是台灣最大宗的族群，就是長這樣來第7等中低產，中低產的話，淨資產在100萬到500萬之間，這通常是一般受薪臨時工，可能沒有房產或背着高額的房貸，租屋或住老舊住宅，騎機車代步。好，那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第5等的人跟第7等的人，他可能就坐在同一間办公室領的差不多的薪水那生活品質完全不是同一個世界。所以你要知道，月薪一樣，人生可以差距很大我這樣講還是沒感覺嘛來，我要講一個你一定很熟悉的場景，就是你公司裡面2個同事月薪都差不多，但是 A 他就住在市中心的新大樓，陽台還有景觀，高樓層平面車位然後 B 還租房子租郊區，每天要花1個小時來通勤。那你想說，為什麼2個人薪水明明就差不多，可是生活就差那麼多？那答案就是在剛剛提到的淨資產因為 A 命好A 家裡有長輩留下來的房子跟存款他淨資產早就破1000萬了，然後買房的頭期款家裡還要出那 B 就是什麼白手起家，典型就叫北漂學貸才剛還完讀書的時候也很卷也很努力可是他就北漂，他就沒辦法嘛。那净資產現在還不到200萬，光是想要存個頭期款就要拼個5年6年。那這個也不是我在那邊危言聳聽你自己看這個標題，平均家庭財富1638萬，中位數894萬，家庭財富差距擴大到 66.9 倍主計總處說分配較其他國家均衡那內容我簡單講一下，就是根據主計總處2021年的國富統計，2021我能找到比較新的就是這個2021了，平均每個家庭的財富是新台幣1638萬但是中位數只有894萬，這什麼意思？就是說你不要看 PTT 上面大家年薪300萬，然後每個都30公分其實大部分的人有錢的程度跟你差不多。那這件事情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你比你想的更有影響力很多朋友會被新聞誤導，就認為說房市漲跌背後就是有一群操盤手那邊要房價漲，就是炒房就對了，炒房的主力不對那真正在左右整個市場節奏的就是誰？你跟我這樣子的中產階級，真的房地產的市场它資金需要的量太大我們講盤子很大，那個盤子不是說這個人很盤，而是說盤面就你有1億現金又怎樣？你面對房地產市場丢下去，不好意思，連聲音都聽不到。房地產太巨大了，你一個新的預售案，它的總銷可能就是80億。我講還是中南部那你看你新北或台北的最大的案子，那個總銷會破100億的呢。那你即使你超有錢你身上有10億又如何？你只是一個案子裡面的10%。所以房地產市場這就是螞蟻雄兵就是大家都要覺得漲，然後去買才會漲。就像
那個 FOMO 的2023、2024嘛，中產階級啊，才是影響房市的大眾。你去看實價登錄的資料，主流成交價格在哪裡？集中在1000到3000萬之間，真的是這樣啊！那種上億的豪宅我跟你講，連1/1000都不到。你說有錢人真的很有錢，他哪需要貸款？他們都現金嘛，就跟你講1/1000都不到嘛，統計起來就是這樣。這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每天在改变市場供需不是什麼新聞上面那邊報，新聞報就報了，那麼誰又住豪宅，哪個明星又怎樣出沒在豪宅被狗仔拍到，而是大量的中產階級在那邊結婚生小孩換學區，整整螞蟻雄兵啊才能夠讓某個區域的房價這樣子慢慢這樣動起來。所以真正的劇本長這樣就是幾筆豪宅成交上新聞，就上新聞，因為它是豪宅嘛，有看頭嘛，大家覺得我靠他媽真的假的，哇台灣經濟那麼好啊，你覺得房市很熱啊，中產集體縮手，我跟你說，那個房市才會真的變冷或中產集體往前衝，那個房市才會真的變熱。所以下次你再看到那個豪宅又創天價，不用 FOMO， 那個跟你家附近的房價沒什麼關係，真正影響你家房價是跟你差不多條件的家庭他們在買的。你家附近會漲那就是他們在買，他們在觀望市場行情就起不來。所以房市我說真的不是有錢人的遊戲，是螞蟻雄兵啊，大家集體的選擇才有辦法動。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正確理解這張表呢？你就找到你現在站的位置就看你是第幾級，你想辦法往上跨一階就好，往上跨，這就叫階級翻轉嘛。階級翻轉不是叫你從什麼次貧直接跳到極富裕那是什麼霸道總裁愛上我那種幹片，這不是人生，不是真實。但是從第7等跨到第6的有意義重大。為什麼？因為你的人生會差別很多，你會覺得說這個人世間沒有白走一遭。但是從第6跨到第5有沒有機會？有機會辦到啊。怎麼辦到？你就看我的頻道了就支持我的頻道會員影片啊。那我們就可以一起成長。就我們没有必要去跟頂端的人比啊，真的沒有意義，沒什麼意義。你相不相信？你去採訪那個你看起來超頂端的人，他還是有一堆煩惱他還是覺得自己比不上人家因為他一滑 IG， 我靠，哇，怎麼大家的私人遊艇都比我的好？你老師，社群就是這樣嘛。你今天吃了一個我亂講85塊很普通的便當，你會特別拍下來，然後上 IG 大書特不會嘛？但是你去吃了一頓燭光晚餐，真的是燭光，真的把燈關掉，然後就點一盞燭光然後這一刻可能單人1500你就会拍照。社群就是這樣，久了以後就是反正我要表達的是，你往上比是好，可是你往頂端比，不好意思，你把你自己上了一個看不見的手銬，你就覺得我怎麼都比不上別人啊，我也很拼啊，為什麼然後看着這個走火入魔就怨天尤人了，所以我們只需要比去年的自己再往上一步，你那個階級你往上一階就好了那好好的透過各種看你要看什麼投資的技術嘛，你做好你風險的管理，累積好你的净資產，真的是遲早能往上跨一階。那你每多跨一階，按你選擇就多一點按你生活就從容一點只要不要玩火嘛，那你的資產的厚度真的是可以一疊一疊這樣往上去我也還在努力啊，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講完了我今天講了說為什麼差不多薪水的同事生活水準可以到天差地別。那我先討論了家庭資產淨收入的10個等級，同樣的收入因為家庭資產負債的不同，會造成截然不同的生活體驗。反正我們就不是要關注說薪水條上的數字，而是我是整體我的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有沒有往比較好的方向去前進那想要讓生活变好你不要去看頂端的人，活在雲端的人，這是比不上。人比人氣死人，這樣你只要一步一步的慢慢往上爬，你看能不能翻到下一階，就看這張表的下一階，那你的生活就會改變很多。只要你是個知足的人，那你就會快樂你要是不知足的人，給你到極富裕，你就想說馬斯克他有火箭，為什麼我沒有你還是很痛苦，沒有必要去過這種生活。那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要實現階級跨越怎麼做最快？A， 房子買起來慢慢放，自然就會跨越了。B， 我是少年股神我進出股市就夠了C， 買樂透最快，老天會保佑我的。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
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置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到跨越階級應該講說巨額財富怎麼來啊？這個東西的話，我提一下，我們坊間說有4大主流路徑可以獲得巨額財富。第一名是繼承，就是巨額嘛，就這樣，太多了，什麼地主家的兒子，什麼去工作公司也不理他，然後覺得說這個人很難用，把他辭退了，整天待在家裡啃老，可是他就繼承到了巨額的財富然後第二個是婚姻真的是婚姻，尤其是女生嫁得很好的這種婚姻男生要娶得很好也有啦，這種故事我們都聽很多。好，然後還有什麼？還有就是創業還有就是創業就會致富，這個大家都知道。還有第4個是什麼？主流路徑這是主流路徑樂透，就是我選項 C。為什麼特別提這個？是因為樂透，你看它是不是像我們大樂透還有威力彩，這彩金比較高？那個金彩539什麼最高彩金800萬，那個你不會叫它是富裕吧？但是大樂透每期保底1億，然後威力彩每期保底2億，當然不是每期都會有人中，因為不中它彩金會累積嘛。而且這2種高額彩金的合法的樂透是怎麼樣？它是開獎的次數很頻繁，開獎次數頻繁。換句話說，你看換個角度看，他在幹嘛？他在量產富翁呢，真不好笑呢。他在量產富翁呢，穩定的量產富翁呢。你當然會什麼？好幾期沒人中，然後一個人中走8億9億，他是富翁，他階級跨越，他直接從次品給他跨到富裕可是他量產富翁這件事情呢？創業你敢說是在量產富翁嗎？沒有，那個怪怪的，對不對？那個創業什麼九死一生之類的。可是樂透這是在量產富翁，你站在政府的角度看，量產富翁呢，那很誇張呢。當一個景氣極度不好的，可能持續3年5年所謂大空頭好了，樂透依然在量產富翁呢，這很誇張哎。然後婚姻的話，那就緣分嘛然後繼承的話，就我講的嘛，命裡有就有，命裡沒有就沒有。所以你看哪邊你可以努力。婚姻嘛然後再來是什麼？再來是創業嘛，創業看你敢不敢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樂透，反而是可以，我說可以努力，不是叫你什麼信貸開到滿，然後你去買樂透，不是這種事情，而是說樂透這個事情，你換一個角度來看，哇，他量產富翁那你看看在這邊有沒有可以讓自己得利的方式認識我的人就知道，跟我比較熟的人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但是這是公開影片，我不適合說。都合法了講故事，這是一個我聽來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主角叫小乖，小乖就是普通上班族，他也很想在台北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但是每次去看房子都碰一鼻子的灰，他買得起的看不上看得上的買不起，都是這個循環就對了。那這樣也陸陸續續看了1年多他又跟我說他看了快要100間，他越看越懷疑人生了。然後有一次他跟國小同學小美在聊天說是去參加同學會，才知道說小美最近搬到信義區的房子，還是這個屋齡10年內大樓，他就嚇一跳。因為他知道小美的收入比他還差怎麼可能？按理說應該沒有這個實力然後就去跟小美探聽小美就說沒有，頭期款那個小美的媽媽就出了2000萬就這樣，怪不得小美買得起他媽媽就當存錢嘛然後讓自己的女兒有一間房子住嘛，就是這樣那小美也跟小乖講說，你不要很羨慕這件事情呢，就是他爸媽管得非常的嚴，非常的凶，從房子要買哪一區，裝潢要什麼顏色的櫃子、地板鋪什麼，他通通都不能自己決定。然後更扯的是，就他爸媽還硬生生的在那個新房子裡頭留一間孝親房，而且這間孝親房就是他們來的時候可以過夜，爸媽来的時候可以過夜。然後這間孝親房使用頻率極高說高到幾乎每個禮拜都會來
那因為頭期款都是爸媽出的，所以理所當然他手上有沒有這間房子的鑰匙、磁卡有啊。小乖就覺得有點扯，說這個爸媽付錢是很爽沒錯，但是代價有點大，我都搬出去了，爸媽會來這樣，而且是無預警的來。我去上班的時候他們也會來，我都下班了他們會突然來。小美還在抱怨說她上個禮拜跟她男朋友過來，她男朋友就來找她住了，那兩個人睡到一半，小美的媽媽就反正就聽到門開了，她就進來，然後問要不要吃早餐，然後才發現說，你怎麼家裡有一個陌生的男的？沒有，是我男朋友，就是這樣。小美說還好那一天他們室友穿睡衣啦，不然要是給她媽媽臨時看到什麼奇怪的畫面，就不知道怎麼面對。小怪聽完這些才知道說，爽，也是有爽的代價。自己現在雖然是租房子，但想幹嘛就幹嘛，所以回家了以後，反正就是這樣，也不用去羨慕小妹他也想通說，現在買不起就慢慢存，反正以後總有一天會輪到他有機會，不然就看怎麼走。所謂小換大舊換新，首購新青安或新青安 2.0 的劇本嘛，都是有機會慢慢換到自己喜歡的房子。